钟伯，外面冷，我们回屋里去吧。商太太对费先生说道。费先生环视了一遍院子，最后视线落在郑家兄弟身上，片刻后对商太太说道：“阿莹，过2天就回去吧。这里就算再多的回忆，你妈都不能复活。是她想在这里住几天，忆往事。他们并不打算在这里常住的。凤家大宅是给凤家主以及他的家人住的，历代家主都是母女代代相传，故而他们一直都住在这里。凤月是害死了姐妹才接班的，打破了母女传承。当回归正轨时，凤月的家人就要搬出大宅，除非是凤晴接班。不过凤晴接班了，以后住的也是他的儿女，不会是他的兄嫂，故而郑一帆他们还是要搬离凤家大宅，不能再随意出入凤家大宅。况且他们现在过来是想搬空大宅，然后卷着钱跑老的，因为他们知道了凤晴的决定。凤月的儿子继承了他那股不甘心，那又如何？再不甘心，如今凤月这一支已经输了，在族人那里也失了支持。他们知道凤月设宴那晚是想放火烧大宅，带着他们一起死，就无法再支持着凤月，连带的他们也无法支持凤晴。在他们看来，凤晴始终是凤月亲生的女儿。商太太他们那么厉害，有本事有人脉，尚且防着凤晴，他们根本比不过商太太一行人，又长期在江城生活，更要防着凤晴。若是凤晴接班，他们还得担心凤晴继续对他们下毒手。凤晴行事颇有点狠辣的味道的。好，也是该回去了，我怪想我的孙子。解决了凤月后，商太太还留在这边，主要也是陪着费先生，在他记忆中的地方就地重游。他对自己住了7、8年的房子倒是记忆不深，在凤家大宅他就显得陌生了。费先生笑着，我也怪想宝宝的，看到家主的女儿都当了奶奶，费先生很是欣慰。有时候他都会幻想一下，如果家主能活到现在，知道凤莹小姐的孙子，那小家伙一天可爱得很，家主肯定会很开心，很疼爱小宝宝的。可惜家主未能看到凤莹小姐长大，更不要说看到小宝宝了。家主的身体健康情况，费先生也清楚，他们当助理的也懂点医理，是防着有人对家主下毒。就算没有凤月的阴谋夺命，以家主的健康状况，都撑不了多少年的了。家主曾经跟他说过，若是有一天他走了，2个女儿还未长大成人的话，让他不要离开凤家，帮他照看2个孩子。若是长女接班了，基地那边安排了助理到长女的身边，他就只管照顾好孩子们的生活起居，其他事情就由长女的助理去处理，总不好越位。他安慰家主能长命100岁的，家主还笑了笑，说他不求长命100岁，能看着2个女儿长大成人，就是老天爷的厚爱了。结果家主终究是没有看到2个孩子长大成人，他也有副家主所托，未能照顾好2个孩子，导致凤慧小姐早死。哪怕凤慧小姐留下2个女儿，2个孩子如今都过得很好，她的早死还是让费先生自责得很。回屋里去吧，江城的冬天太冷了，出来走上2圈，我都冻得直发抖。商先生笑道，老了呀，抵挡不住严寒。年轻的时候他经常去北方滑雪，能够抵挡住严寒。年纪大了后就不喜欢去北方了，喜欢留在管城过冬。相较于北方的零下10几度，甚至几十度的，管城冬天的几度，10几度的气温很暖和了。回屋里去。费先生由着夫妻俩搀扶着，他往主屋的方向走去。不知道是天气冷，还是他的心愿已了，泄了精神气，他感觉自己的身体有点差了，走路都需要人搀扶着。林丫头天天都过来帮他把脉，私底下
他请求林丫头一定要让他活到新任家主确定下来，并且站稳了脚，他才能放心的去见家主。林丫头想骂他的，但他是学医之人，知道他的情况，听了他的请求后，最终只是叹口气，叫他多想想凤莹，想想海玲和海彤姐妹俩，那都是家主的后人。海彤怀着身孕，难道她就不想看着孩子出生？知道凤慧小姐的女儿都当妈了，都很幸福，她去见她的家主，才能减少点愧疚。还说海玲马上就要和陆家四少爷结婚了，她这个长者就不想参加他们的婚礼。费先生笑呀，他想呀，不过他更想去见他的家主，替家主报了仇，找回了凤莹小姐。若不是凤莹小姐他们对他这个长辈特别的孝顺，让他生出了点贪心，就顺其自然吧，活到哪一天是以哪一天，否则他可能都拒绝林丫头给他开药，拒绝服药了。只要不服药，他顶多就是撑上3-5个月，服药的话兴许还能撑上1年半载。林丫头说的也对，总要看到海玲坐稳了家主之位，参出她和陆东明的婚礼，再喝上海彤小姐的宝宝满月酒。死老太婆，你走什么？有种的出来跟我说话呀！死老太婆，我妈知道你这样对我们，她半夜3更都会爬上来找你们算账。看到那3个人往主屋走去，郑一帆破口大骂，气死他了，居然任由他们在寒风中待着，也不让他们进去。大哥，骂死他们也没用的，主要还是我们那个好妹妹的问题。郑二少拉住想爬门的大哥，黑着脸说道，我们在这里叫骂，别人只会当我们是疯狗，我们该去公司找凤晴，这是凤晴的问题，都是她。当初死的怎么不是她呀？若是她和阿若没有换回来，我们也不至于落得今天这种有家不能归的地步。郑三少也说道，兄弟3个现在是真的对凤晴这个亲妹妹诸多不满，凤若是他们亲妹妹，那该多好呀，那才是跟他们亲近的妹妹。凤晴这个绝女人，跟他们一点都不亲近，没有什么手足情，他们不当她是妹妹，在她的眼里也没有他们3个哥哥。郑一帆恨恨地道，走去找凤晴，不管怎么样也要拦着她，不让她将家主之位拱手让出去。家主一位带来的权势，兄弟3人现在算是彻底体会到，对，去找凤晴，现在就去找她。她今天回了公司。2个弟弟附和着哥哥的话，进不了大宅，兄弟3个最终悻悻离开。他们气势汹汹地回了公司，在凤氏集团的门口，看到海玲的车子刚从公司里出来，知道海玲又来找妹妹了。郑一帆恨得牙痒痒的，真想开车撞向海玲的车子，但是有2辆保镖车跟随着海玲，保护海玲的安危。现在陆家的4少爷又过来了，他们恨得牙在痒，也不敢针对海玲动手。就是母亲活着时，一开始都不好动海玲呢，后来母亲想动手时，是因为知道了费老先生还活着，母亲才动了杀心。可惜最后母亲还是失败了，母亲和杜先生都死了，他们这个大家庭随着母亲的离世，终究是散了。父亲又无权无势，就是拿父亲来压凤晴都压不住，凤晴压根儿就不给父亲面子。车上的海玲也看到了郑家兄弟，不用问也能猜到他们是从凤家大宅那边过来的。海玲并没有停车，更不会按下车窗打招呼。凤月的4个儿女，她只看得上凤晴，郑华连同他的3个儿子，海玲都不放在眼里。早在来江城之前，妹夫以及大姨都把凤月的儿女调查得清清楚楚，除了凤晴的一些事，其他的资料都提前交到他的手里，让他熟悉一下，不要来了江城两眼一抹黑。郑一帆兄弟3个在公司门口停了车，等到海玲的车开出来离开了，他们才开车进公司。
10分钟后，凤琴刚想出办公室，她还有去开个小会议，办公室门就被粗暴地推开。她的秘书想拦着3个哥哥都拦不住，见到刚要出来的她，秘书歉意的道：“凤总，郑副总非要见你，我拦都拦不住。”凤琴淡冷的道：“知道了，你先去会议室，让叶总先主持会议，我等会儿再过去。”秘书恭敬的应着。凤琴扫了3个哥哥一眼，转身往回走，淡冷的道：“进来吧。”3兄弟跟着进了他的办公室。现在凤琴还是在他之前的办公室办公，并没有搬到母亲的办公室去。他已经打定主意放弃接班，何必搬那一趟，自己找位置坐吧。要喝水吗？凤琴问着3个哥哥。茶几上有水果，茶水间里有点心，是方瑶买来给我当下午茶点的。也不等哥哥回应，他还是去给3个哥哥各倒来了一杯温开水。郑家兄弟哪里有心情吃水果和点心？听到方瑶那样体贴妹妹，郑一帆忍不住说：“凤琴，你和方瑶是那回事吗？他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，你是没有男人可以选了吗？要选择他，他是男人还是阅女无数的中年男人？”方瑶看妹妹的时候，眼里满是情意，她哪有看不出来的？方瑶很优秀，他们看到方瑶时也会客客气气的。其实他们心里是瞧不上方瑶的，又不是杜叔叔，杜叔叔是母亲的左膀右臂，更是看着他们长大的，属于长辈级，他们就不敢看轻杜叔叔，反而尊敬得很。方瑶与他们同辈，年岁又比他们都要小，郑一帆就瞧不起方瑶了。当妹妹的助理可以，这是基地安排的，他们没有资格及权利去阻止。但是妹妹要和方瑶成为男女关系，他就不满意了，觉得方瑶配不起妹妹。兄妹再不亲近，他们都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妹。郑一帆当然希望妹妹能嫁个有权有势的男人，让他们以后有个好妹夫依赖依赖。凤琴在哥哥们的对面坐下，听了大哥的话，他挑眉，反问方瑶怎么了？方瑶比你们都要优秀，哪怕他无父无母是个孤儿，只要他想，他就能凭着自己的本事创业，并且成功。我就喜欢方瑶怎么了？方瑶是让妈都满意的人，妈都找过方瑶，将我托付给方瑶。你们可以不相信我的眼光，妈的眼光你们还不相信。再者，这是我个人的人生大事，我自己做主。我就是认准了方瑶，非他不可。就是母亲活着都管不了他，母亲走了，3个哥哥就更无法拿捏他。凤琴很霸气地认为他的婚姻，他做主，谁也无法拿捏左右他的婚姻。行，既然妈都认可他，那我无话可说。我只是当哥哥的，觉得你可以配更好的男人，没必要选择方瑶。就是大哥帮你介绍几个，都比他好，他什么都没有。他有忠心，有对我的真心，这2样足够，是金钱权势都换不来的。郑一帆语塞，凤琴，你的感情问题不用我们操心，我们也不操那个心。你向来是有主见的人，妈活着时都拿你没有办法，又不把我们当哥哥来看，我们就算想管也管不了，也不想管了。郑二少爷开口，他说道：“我和你大哥二哥过来找你，是跟你说说妈的遗产问题，还有凤家大宅是我们的家，你干嘛让他们反客为主？反客为主就算了，竟然将我们拒于门外。我们在那里出生，在那里长大，结婚也都是在那里办的婚礼。妈一走，尸骨未寒呢，你就由着别人欺负我们。我们可是你的亲哥哥，同父同母的亲哥哥，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儿的。”郑二少爷越说越愤怒，老三也附和着二哥的话，对着妹妹就是一顿狂轰。凤琴并不生气，由着哥哥们狂轰他，不轰他才怪呢。本就没有手足情，他们怪着他，没有对他动手就算不错了，会骂他就骂吧。
反正骂他又不会掉块肉。他好脾气的听着哥哥们骂他，等着3个哥哥轮番骂完了，他又起身去办公桌前，端起了自己的咖啡杯，背靠着办公桌，悠闲地喝着杯子里的咖啡。他的好脾气及反应，反而让3个哥哥更加的生气。只是骂的时间长了，兄弟们也骂得唇干舌燥的，分别端起了水杯，猛灌了一杯水。凤晴，你别躲开，你说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真要将凤氏的一切都让给他们吗？上一辈的恩怨那是上辈的事，你接的是咱妈的班，又不是他们的班，更没有抢过他们的东西，你大发什么慈悲啊？居然要将妈留下来的一切都拱手让人。郑一帆骂着他，凤晴，你有没有替我们考虑过？我们是你的亲哥哥呀，就算我们之前对你不怎么样，但也没有对你怎么样吧？你就不能念念手足情？你让凤家的一切都让了出去，我们怎么办？我们在公司里都没有地方落脚了。你以为海林接班，你哥哥们还有活路？他们杀人不用刀，只要将哥哥们赶出公司，再放出消息去，谁给我们工作？谁与我们合作生意的，就是与他为敌。他背后还有管城3大家族，在江城又与乔家交好，到时候谁还敢给你哥哥工作？你是有本事自己能养活自己，可是你的哥哥们没有大本事呀，还有家庭要养，你的侄儿侄女们还要上学，一个个都还要花不少的钱。侄儿长大了还要买房子结婚，这些都要钱的。你只想着维护你的好名声，就没有替我们考虑考虑。好名声能为你带来什么？又不能当饭吃。凤晴端着她的杯子走过来，又在哥哥们的对面坐了下来，依旧好脾气得很。她说道，哥哥们还有什么想说的，都说出来，我听着便是。但她不会听哥哥们的话，母亲活着时都无法左右她的决定。在亲生父母这边，母亲是真正对她好，为她考虑的人，她都不听母亲的。父兄的话她更不会听，她没有告诉哥哥们，母亲活着时曾经隐晦地告诉过她，3个哥哥留给她收拾的，母亲始终是生他们养他们的母亲，当妈的对儿子始终无法下狠手。凤晴也不是心狠手辣的人，只要哥哥们不是很过分，她还是愿意念一念手足情的。若是他们不识好歹，做了很过分的事，就休怪他不客气了。凤晴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我们说了这么多，都是为了你好，为了我们大家好，你竟然是一副无关痛痒的样子。郑一帆手指指着凤晴骂道，我知道你一向不把我们当哥哥来看，但是凤家在母亲手里经营了几十年，那都是母亲留给我们的财产，是母亲的心血。我们身为儿女的，就要尽最大的努力守护好母亲留下来的一切，而不是拱手让给别人。别人打生打死都要抢的东西，你居然要拱手让你，你是不是猪呀？脑子进水了？还是故意这样做，存心让我们都没有好日子过？是你有方瑶在身边，离了凤氏还能活得好好的，他不会让你饿着没钱花。你又没有结婚，没有儿女，没有负担，你就不能替哥哥们想一想？还有商太太不让我们回家，你也不说话，现在你说的话不比他说的话好使。妈留下来的那些古董珠宝都还在大宅里，那是妈的私产，不是你一个人的财产，你必须拿出来与我们平分了。被哥哥用手指指着骂，凤晴依旧好脾气地喝着她的咖啡，任由大哥骂她。他这副油盐不进、无关痛痒的样子，让郑一帆兄弟3个火冒三丈。郑三少霍地起身，几步跨到凤晴面前，就是一巴掌扇去。未能如愿，凤晴单手攫住了三哥的手腕。他没有练过拳脚功夫，养父母对他不好，怎么可能让他去拳脚功夫？
不过他以前经常被人欺负时与人干架，有打架经验，反应就特别的快。随即，凤晴为喝完的咖啡朝三哥的脸泼去。老三没有半点防备，他甚至都没想到凤晴居然能攫住他的手腕。他是知道亲妹妹没有练过拳脚功夫的，平时出入经常带着保镖保护他。方瑶也总在他附近活动，若是他有什么意外，方瑶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到他的身边。他们还知道方瑶也安排了人暗中保护妹妹。凤家的家主或者接班人身边都有隐于暗处的保镖，一般人想伤害到他们，简直就是做梦。此刻在妹妹的办公室里，他们想着没有外人，连方瑶都不在，只有妹妹一个。老三就不将凤晴放在眼里，愤怒之下想教训一下妹妹。至于教训了妹妹之后会有什么后果，郑老三没有去想，反正凤晴不会也不敢杀了他，他自是三观正，是干不出杀人放火的事。况且他还是他的三哥，同父同母的。凤晴杯里的咖啡不多了，就是这样也够泼他三哥一脸了。咖啡顺着郑老三的脸往下滑落，落在他的西装服上。他年纪还轻一点，喜欢穿白色西装，弄脏了就特别的明显。凤晴冷冷地道：信不信我一杯敲爆你的脑袋？真当我凤晴是纸捏的？我是不会拳脚功夫，但跟你们干架我也未必会输。但是你们动了我的后果，你们想想承受得起吗？他甩开了三哥的手，冷冷地坐回你的位置去。你们想骂就骂，但别动手。敢动手，休怪我一点手足情都不念。本来我们就没有多深的手足情，经不起你们耗掉。他又看向郑一帆，反问着：大哥说我不把你们当哥哥看，你们何曾将我这个妹妹放在眼里？何曾当我是妹妹？我们关系如何，大家都心知肚明，平时不过是演戏给妈看看而已。不要在这里说我们有多深的手足情，也不要反复指责我不把你们当哥哥看。要想一想你们对我又是怎样的态度，别仗着你们比我大就可以压制我、欺压我。对不起，在我这里是行不通的。凤氏家族的一切都是属于凤氏家族的，是妈抢来的，本来就不属于她，更不属于我们。妈在临死前都知道错了，向大姨说对不起，我将不属于她也不属于我们的一切都还给大姨的后代，这是在给妈赎罪，让妈死了也能安息。你们也在商界混了那么久，也创过业，现在还有房产、商铺出租，就算离开了凤氏集团，只要你们不瞎折腾，靠着你们各自的私产也能过着好日子，每个月收到的租就超越很多打者一族了。你们还想怎么样？凤晴觉得哥哥们的日子非常好了，如果不是妈害死了大姨和小姨，夺得这一切，你们能拥有这么多吗？你们的私产爱怎么处理是你们的事，但我能安排的我做主，轮不到你们来指手画脚。我决定了的事情，就是妈复活也改变不了，更不要说你们了。凤晴看着三个哥哥，不过我也理解你们，知道你们愤怒不甘心，所以你们想骂我就骂吧，我都受着，不会记恨你们这样骂我。还有，你们不要再想着回凤家大宅去搬古董，值钱的摆设出去变卖换钱，那些东西都是历代凤家的家主传承下来的，要一代代传承下去的，谁都不能变卖。就是妈活着时都没有打过那些东西的主意，你们不要听了爸的话就跑去搬东西变卖，那是偷盗行为。表姐报警的话够你们喝上一壶的，别指望我会替你们求情。至于爸，你们就更指望不上了，他但凡有点本事也不可能给咱妈招上门，他图的一直也是凤家能带给郑家的好处。凤晴相信父亲对母亲有感情，但父亲与母亲的结合绝对不纯粹，他们的婚姻掺杂着太多的杂质，母亲的心
早早就给了费老先生。与父亲结婚几十年都没有爱上父亲，只是搭伙过日子，为了生个继承人而已。但又不允许父亲背叛他，对于父亲来说的确很难熬，也很伤他的自尊。但这是父亲自己选择的路，怨得了谁？当年难道母亲用刀架着他的脖子，逼着他上门吗？这几十年来，郑家因为与凤家结亲，得到了多少好处，他们没点说。若没有凤家，郑家早就破败不堪，哪有如今的亲朋戚友接过着优渥的生活？这些好处都是凤家给的。在凤晴看来，父母的结合就是交易，只不过交易的时间是一辈子而已。如果你们想过好日子，就听我的。现在从凤氏集团辞职，然后卖掉你们现在住的房子，去远一点的位置重新买过新的房子，离凤氏权力中心越远越好。不要再肖想不属于你们的任何东西。以你们的私产，每个月还有房租铺租的收入，就算你们都不上班了，也够维持你们一家人的生活。平淡才是过去几十年的风光，荣华富贵你们就当作是一场梦吧。看在亲兄妹的份上，我才会跟你们说掏心掏肺的话，你们听就听，不听我也没有办法，我以后也不会再说。他给三个哥哥指了一条明路，就看他们走不走了。他们不走的话，以后出了什么事，就不要怨怪他没有提醒他们了。不管是凤莹表姐还是海玲，他们都不会谦恨于你们，只要你们缩着脖子过日子，不跑来招惹他们，你们能过着安稳的日子。但若是你们像妈那样，始终觉得不甘心，最后会落得什么样的下场，我就不说了，你们就由自取。他的母亲就是不甘心，想要太多，才会落得自尽的下场。郑一帆兄弟三个脸色都是黑的，凤晴见他们这样的神色，就知道自己说了这么多都是白费口舌，他们压根儿没有听进去。他们没有他这样看得开，愿意将凤氏的一切归还给大姨的后人。可能也是他从小就不在凤家长大吧，回到亲爸妈的身边也才2-3年，况且亲人对他并不好，他就能够很洒脱地将不属于自己的一切归还给商太太。但是三个哥哥不一样，他们从小在凤家长大，因为凤家少爷的身份，享尽了荣华富贵，哪怕凤家传女不传男，但有个当家主的妈，他们依然得到了很多很多。时间跨度也大，几十年呢，骤然让他们将他们享受到的一切都交出去，对他们来说的确是致命的。他们很难接受，也不甘心。凤晴叹口气说道：“大哥，你是老大，比二哥三哥都年长几岁，现在是什么形势你也知道，你好好的想一想，想明白了就劝劝我二哥三哥。咱们斗不过表姐他们，在家族里我们一这支也失去了所有人的支持及信任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选择激流勇退，将原本属于表姐他们的一切归还，还能缓和仇恨的关系，也能在族人那里争回一点信任。至少母亲犯的错不会牵连到我们当儿女的，这样已经是很好的了。我们要认清现实。”凤晴说的口都干了，她起身走开，给自己倒来了一杯温开水，边喝着温开水边重新坐下来，对着沉默不语的三个哥哥说道：“我言尽于此，你们好自为之吧。我还有多事情要处理，你们回去做事，若是没有心情做事，就请假去医院里照顾咱爸。”凤晴这是对三个哥哥下了逐客令，还不忘提醒着三个哥哥：“你们千万别作死的跑去做什么，妈那么聪明厉害的人，策划的阴谋都无法实施，更不要说你们了。好好的想想你们的儿女，咱爸不靠谱，我与你们关系又不亲近，若是你们有个3长2短，别指望我帮你们养孩子哈，我不干这样的事。”好无情的妹妹，他们的儿女都是凤晴的侄儿侄女，
她这个当姑姑的居然能无情至此，他们更相信凤晴说得出做得到。兄弟三人交换了一下眼神，妹妹这里油盐不进，他们能怎么办？我请假啊。郑一帆冷声说道。也不等凤晴回复他就起身率先往外走，脸色黑沉，心里憋着一肚子的火气，真的很不得掐死这个妹妹。当初母亲干嘛要将2个女儿换回来，就不能将错就错，留下凤若不与凤晴相认吗？若是没有换回来，凤若是接班人的话，他们也不用受这样的气，凤若也会和他们一条心，一心一意想守着母亲留下来的一切。凤氏集团以及凤氏家族的一切，在母亲手里经营了几十年，怎么就不能成为母亲的遗产，由他们几个继承？郑一帆想，估计母亲到后面都后悔了吧，后悔舍弃了凤若，换回凤晴这个与他们三观不一样，又认死理的死丫头。凤若的死是母亲一手促成的，母亲是担心凤若会跟凤晴争，才会狠心害死了自己养了20几年的养女。郑一帆一走，他的2个弟弟也跟着出去，他们俩走在后面，还扭头瞪了凤晴几眼。出了办公室，兄弟俩追上了大哥的脚步，问道：大哥，我们真的请假吗？现在妈不在了，公司里可以说是群龙无首的，我们也不管的话，我怕很快咱们就会被赶出公司。郑老二小声地说道：爸不是叫我们现在能捞到多少是多少吗？得想办法再捞点钱，不管是妹妹接管公司，还是海玲上位，他们都要多捞点钱，好跑路。在老母亲走后，他们是很难再在凤氏集团待下去，哪怕是亲妹妹上位，也不会留他们在凤氏集团。妹妹早就嫌弃他们身居高位，却能力不行，白拿的高工资。二哥，不要在公司里说这些话。老三碰了碰二哥，小声提醒，公司里到处都有监控，若是妹妹去调监控，能听到他们说的话。郑一帆深吸一口气说道：现在挨年近晚的，公司最近忙得很，就是为了在过年之前将特别急的订单完成了，好放年假。加上妈不在了，也正是最乱的时候。不过越是乱，凤晴盯得越紧。先去医院看看咱爸爸，跟爸说说情况。兄弟3个进了电梯，老二恨恨地道：都不知道他身体里流的是不是我们家的血，咋就跟我们完全不一样呢？郑一帆默了默后说道：她是凤家嫡系一脉的女儿，自是跟我们不一样。她像妈，跟妈很像，但又保留了良知。她底线很浅，不像妈那样。谁叫我们不是凤家的女儿呢？只能被她压制着。爸也是清楚她的为人，才会叫我们先回大宅里搬值钱的东西。只是他和管城过来的那些人早就安排好了，我就不明白了。就算他没有和我们一起长大，没有培养出手足情，好歹他也回来了2、3年，而他和管城那边的人才见几次面，相处多长时间，他竟然偏向了那一边，妈都被他气死。郑老三说道：死的怎么不是他呀？阿若还在的话，妈说不定都不会死。阿若肯定是和妈一条心的。前段时间妈想对海玲下手的，是凤晴通风报信，让人家有了防备之心。现在好了，妈输了，输得彻底，他就一点也不愧疚，就不怕妈半夜3更回来找他算账。郑一帆看了看弟弟，说道：妈偏着他呢，你没看出来？妈死的那个晚上，若不是他在场，我们兄弟几个估计也会出事。妈始终都想给他换一条活路的。妈的自杀说是畏罪自杀，其实是用他的命换凤晴的活路。妈知道阴谋失败后无法再与对方抗衡，凤晴又求妈不要再错下去，妈才会自杀。妈知道他死了，罪都被他带走，管城那边的人就不会迁怒于凤晴。
凤晴在凤氏便能全身而退。妈的财产早就交到凤晴的手里了，只要凤晴能够全身而退，他拿着妈给他的那些钱远走高飞。你们觉得他有那么多的钱，还愁吗？不管他是用来投资、钱生钱，还是存在银行里吃利息，都够他花上一辈子了。他并非我们想象中那么没用，更何况他身边还有个方瑶。方瑶和杜叔一样的，都是很厉害的人，有方瑶帮着他，他就是闭着眼去投资，方瑶也会想办法让他风生水起。妈可曾为我们安排过什么？我们除了结婚时的那栋小别墅以及几套房产、几处商铺，还有什么？妈是有私产，但妈的私产真正有多少，有什么我们都不清楚，妈没有告诉过我们。以前妈立的遗嘱有没有更改过，我们现在也不知道。可以说妈走后，我们就是两眼一抹黑，什么都不清楚。老二和老三都不说话了，却特别的恨凤晴，也愿母亲不为兄弟三人安排一下他们的儿女。母亲倒是在几年前就提前给每个孙儿女都存了一笔教育基金，保障孙儿女们能得到良好的教育。那笔教育基金只有孩子们读书时可以用，他们都不能动的，等到孩子们毕业后，那笔钱若用完了，就算没用完的话，就会退回到凤氏家族的公共教育基金账房里头，以资助家族里其他孩子的求学。为了防止做父母的利用孩子来套现那笔钱，还有不少规矩的，就是每个孩子接受教育期间的所有合理支出必须要有票据，如果是不合理的支出，需要他们做父母的还回去。故而他们从来都没有想过套现那笔教育资金。不过母亲活着时，他们无论是投资失败，还是在外面得罪了人，闯了祸，都有母亲给他们兜底，他们从来不缺钱花，倒也不用去套现儿女们的教育资金。电梯将他们兄弟三个带下了1楼，电梯门一开，兄弟三个都不再说私事，个个都绷着脸，抬头挺胸，大步流星地走出电梯。有职员想进电梯的看到兄弟三人，他们都自动避让到一旁，等他们出来。郑副总，兄弟三人在公司里都是一样的职位，在凤晴还没有回到亲生父母身边时，他们在公司里混得风生水起的。凤若那个妹妹又与他们手足情深，在公司里他们同样有一堆的追随者，就是凤晴刚回来进了公司后，他们依旧有很多的追随者，帮着他给凤晴使绊子的，直到母亲去管城参加战印与海童的婚礼，让凤晴在公司里坐镇，给了凤晴很大的权利，更是安排了方瑶到凤晴的身边，真正奠定了凤晴接班人的身份。然后那班墙头草见风使舵的，开始慢慢的疏离他们，不再帮着他们出谋策划。在公司里，他们的地位明显不如前了。